大家好，比特币昨天虽然是跌了，那朋友问我，如果比特币不到30万美元怎么办？昨天的 YouTube 视频不是讲了吗？不到30万美元，反正不平仓就是不卖出就是了呀。反正成本是非常非常的低，而且最后一次新的资金 all in 的成本是在8万美元左右。但是那一些8万美元不听建议的，最近又在评论区酸比特币涨不上去。我倒是不担心哦，因为2年以来做多或买入的成本是非常非常的低，反正无脑 hodl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。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非常传奇的这个 bull market support。我是一直在无脑看涨这个比特币，至于它到底会不会达到30万美元，无所谓啊，因为2年之前的成本非常非常的低啊。那我就想问一下，手上仓位你如果是一大堆的情况下，你会不会去无脑看涨这个比特币？当然就是无脑看涨比特币啊。而且我们看一下，其实现在的这个牛熊线指标，绿色的线已经是在交叉这条红色的线啊。那上一次在这个位置，比特币去年的时候，也是同样绿色的线交叉这个红色的线，它后面是大涨了70%-80%，以及比特币在2023年的时候10月份，绿色的线交叉红色的线，它是涨幅超过1倍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就是比特币长达2年以来的牛市，仓位我是非常非常的重啊，这个位置10万美金我已经是没有资金在买这个比特币了，有一些朋友拖在这边的资金，不然我的观点是因为他之前是都没有买，而且是之前是一直在看空这个比特币，现在的话资金交给我，我这边要怎么操作？新的资金我的观点是，有些朋友你如果是自己再买的话，或者是之前7万或者是8万左右的这个比特币，没有听我的建议买的话，现在上来还在酸比特币，它要跌啊，比特币要进入熊市啊，比特币这个位置是头肩顶啊。我认为这个位置反正已经讲了好多期了，比特币并不是顶部，但是你新的资金也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，因为我们看一下比特币该买的低点，你要去观察它的熊市啊。机会是跌出来的，熊市价格一直在这2条线下方，整个趋势如果下跌个1年的时间，你应该想办法去底部抄底。如果底部你不敢买，那你要想办法，它长达1年多的这个下降趋势，价格一直在这一个2条线下方波动。当它突破这2条线的时候，那你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身家全部给 all in 进去。所以我们看一下2018年的熊市，价格同样是在这2条线下方波动，你要想办法底部去 all in， 下跌1年的时间底部要大胆去 all in， 不敢 all in， 那当它价格突破了这2条线的时候，就代表趋势已经扭转，你也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身家给压进去。或者是我们看一下2014年的熊市，价格在这2条线下方的时候，代表是熊市。那熊市代表什么？熊市代表的可是机会，机会是跌出来的，风险是涨出来的，所以你要想办法1年下跌的底部去买，或者是没买的话突破这2条线，那就要重视这个比特币，它的趋势可能已经扭转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那除了那个牛熊线指标 bull market support，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MVRVZ， 它是链上的指标，也是非常的神奇啊。比如说2022年为什么希望朋友们去抄底？因为这一个指标跌到0下方啊，这个位置是在负值啊，也就是显示这个绿色区间的时候，或者是跌到这个负值的位置，就是比特币的底部啊。因为像这种底部，你可能一辈子等个4-5年才会有一次啊，那这么重要的机会不珍惜吗？要 all in 身家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跌到这么低，疫情的时候有一次，其他的时间在涨的时候，这个指标没有来到这么低的位置啊。
或者是2019年的底部，它就是跌到负值，非常非常的低。那更早之前是在2015年跌到这么低的位置，所以参考这个指标，你是不是感觉自己都可以成为神仙，或者是可以带动身边家族的朋友，包括亲戚啊，或者是同学？所以2年之前，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同学，他们也是不信，跟他们讲很多内容，但是他们也听不懂。那我们看一下顶部的位置也是一样啊。2017年的时候，比特币反正涨到高值接近6以上的时候，我们观察这个6的数字，如果接近6以上的时候，当时在这个位置这边涨上去的时候，有些短线上你可能也要小心，它就是一跌可能就是跌30%到40%，或者是顶部的位置穿过6到7以上，有可能我们要小心，因为2021年的时候也是来到7以上。那现在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这一个 MVRVZ， 距离这个6到7空间还是非常非常的远啊。如果真的比特币要在这个位置盘整，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跌。跌的话，反正也是跟大家讲，没有到30万美元我是不会卖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清算热力图啊，因为前面价格涨，其实一大片的人在做空比特币，最终全部被爆仓。那现在看一下上面空单是相对比较少，所以最近已经没有人在做空。相反的，比特币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再盘整。那你看一下，最近好像有人已经在追了。那反正我们观察一下，有一些爆仓价格是又在10万美金附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比特币 ETF 机构的动向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贝莱德的 IBIT， 9号的时候也是在买，10号的时候也是在买，或者是最近我是感觉机构还是继续在买的情况下，短期会不会洗盘也不确定。那这2天有跟大家聊到几个支撑位哦，就是比特币的支撑，我前2天不是给大家修正到106800美金附近，这个位置我也是希望它继续上去哦。那既然是一根非常长的一根 K 棒的 K 线，有些朋友你也可以去观察，就是这2天它是有回撤，你要观察这一根 K 线一半的位置也可以，但是我的观点是尽量去观察，有可能就是这个106800美金，或者是整个中线会不会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盘整。但是长线还是那个观点，无脑看涨都已经2-3年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交易所上面比特币钱包的余额，前面也是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聊啊，就是交易所比特币的钱包余额已经是越来越低哦，创出历史新低。目前全部交易所，当然有一些可能其他的交易所没有加进来，但是这个数据应该也是相对比较准啊，只剩下200万枚。那你要想一想，现在美国都还没有在储备比特币，或者是有些机构，特别是那一个微策略，一买的话，有可能他将来会买到100万枚。那后面有没有可能又跳出另外的其他的机构，比如说巴菲特、伯克希尔哈撒韦的那个公司，他们资金是非常的大，包括或者是微软，或者是苹果，这些上市大级别巨量的资金，那一些上市公司的资金，如果将来都来买这个比特币，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